洞房夜的婚房堆满红色与玫瑰，宾客散尽，我坐在铺着红枣花生桂圆莲子的婚床上，指尖掐进掌心。陆时涵推门进来，看都没看我一眼，从衣柜里取出备用的被子，径直走向外间沙发。你什么意思？我压着嗓音问。他脚步顿住，侧脸在暖黄灯光下冷得像陌生人。今晚你睡床，我睡沙发。我笑出声来，笑到眼眶发烫。追他3年，恋爱2年，我以为自己终于嫁给了爱情。可新婚当晚，他连碰都不愿碰我。我扯下头上那顶镶着珍珠的龙凤挂头饰，拉开衣柜，把衣服往行李箱里塞。伴娘团的姐妹还在微信群里发着洞房顺利的表情包，我一个没回。拖着行李箱走出卧室时，婆婆穿着睡衣拦在楼梯口。小芝，怎么了这是？您问她。我丢下3个字，推开大门。外面下着细雨，8月的夜风裹着湿气扑面。我打开手机叫车，手抖地输错3次地址。身后传来脚步声，陆时涵穿着拖鞋追出来，头发被雨打湿，手里攥着一份文件。叶小芝，他叫我的名字，声音里有种我从没听过的疲惫。我站住，没回头。他走上前，把那份文件塞进我手里。你看婚检报告最后一页。纸页边角已经被他捏皱。我借着路灯翻开，翻到最后一页时，世界像被人按下了暂停键。报告单最下方，一行打印体清晰刺眼，基因检测提示，女方与男方存在3代以内直系血缘关系可能，建议进一步做亲缘关系鉴定。雨落在我脸上，我一个字都说不出来。这就是我新婚之夜的开端，而真相比这行字残忍1万倍。8月的雨没有道理可言，明明白天还是38度的高温，入夜后却像谁把天捅了个窟窿。我攥着那份婚检报告，站在路灯下，雨水顺着发梢淌进领口，冰凉的触感一直蔓延到脊椎。报告最后一页那行字像是被人用烧红的烙铁烫在视网膜上，每眨一次眼就清晰1分。3代以内直系血缘关系可能。我是学经济出身的，不懂医学，但这句话的意思我懂，我和陆时涵可能是血亲。小芝，陆时涵的声音从身后传来，和雨声混在一起，听不出情绪。我没有回头，手里的行李箱拉杆被雨水打湿，滑得几乎握不住。婚纱照还在婚房床头挂着，我穿龙凤褂的模样，笑得像个傻子，以为自己终于有了一个家。福利院的院长妈妈曾经跟我说过一句话，小芝，你记住，这世上最奢侈的东西不是钱，是来处。我不知道自己的来处。出生3天被遗弃在火车站，没有姓名，没有信物，只有一条洗得发白的碎花报备。福利院的阿姨给我取名叶小芝，叶是院长妈妈的姓，芝是她最喜欢的花。后来我被叶家收养，养父养母对我视如己出，供我读书，送我出国交换，从不让我觉得自己的出身低人一等。但那种深植于骨髓的不安全感从来没有消失过。直到遇见陆时涵，他是我大学辩论队的队长，法学院出了名的冷面才子。我从大3开始追他，用尽了一切笨拙又真诚的办法，蹭他的课，给他的辩论赛当观众，假装在图书馆偶遇他103次。后来他跟我说，他早就看出来我是故意的，因为我每次偶遇都坐在他正对面，紧张到把书拿反。我们在一起5年，他从来没有对我说过一句重话。朋友们都说他是高冷型暖男，对别人冷到骨子里，对我暖到心坎里。婚礼那天，他掀起我的头纱时，眼睛里有光。他小声说，叶小芝，谢谢你找到我。我当时以为他说的是情话，现在想起来，那可能是一句歉疚。你什么时候知道的？我终于开口，声音沙哑得像破风箱。陆时涵沉默了几秒，语声填满了所有空隙。婚前1周，4个字，像4颗钉子钉进我的心脏。婚前1周就知道了，他还是站在礼堂里说了我愿意。婚前1周就知道了，他还是掀起了我的头纱，亲吻了我的额头。
婚前1周就知道了，他把我送进婚房，然后抱了一床被子走向沙发。我应该愤怒，可那一瞬间涌上心头的，竟然是铺天盖地的悲哀。你为什么不早说？我转过身，雨水模糊了视线，他的轮廓在路灯下像一幅被水晕开的墨画。他没有撑伞，深灰色的家居 T 恤湿透了贴在身上，头发乱糟糟的搭在额前，整个人看起来狼狈又陌生。因为我不知道怎么开口。他的声音很低，低到几乎被雨声淹没。小芝，我查了很多资料，近亲结婚在法律上是无效婚姻，民政局不会给办结婚证。但我们的结婚证拿到了，说明系统里的婚检是正常的。我愣住了。你的意思是，这份报告有问题？他走近一步，但我妈说她亲眼看过医院的系统，系统里就是这样的结果。所以我需要时间去查清楚到底是系统错了，还是别的问题。我的思维在这一刻陷入了一片巨大的混乱。婚检报告有问题？谁的婚检报告会有问题？为什么会有问题？你妈？我下意识地重复了这个称呼。赵婉清是人民医院妇产科主任，在业界口碑极佳，为人温和大方。我第一次见她就觉得她像电视剧里那种完美婆婆，知书达理，谈吐优雅，对我这个没有家世的准儿媳虽然谈不上多热情，但也从没为难过我。唯一的隔阂是她偶尔会用一种很复杂的眼神看我，那种眼神我形容不来，像是审视，又像是在透过我看另一个人。陆时涵伸手想接过我的行李箱，我下意识地退后一步。他的手僵在半空中，雨水从他指尖滑落。小芝，跟我回去。回哪里去？我笑了一下，笑出了眼泪。回那个我们不睡同一张床的家。回那个我丈夫因为一个可能就不敢碰我的婚房。不是不敢。他的语气忽然变得很沉，像在法庭上陈述一个至关重要的论点，是在我确认这件事之前，我不能。有什么本质区别？区别是，他看着我，眼神里有我从没见过的执拗。如果是我和你之间的关系本身存在禁忌，那在我没有确认清楚之前碰你，是对你下半辈子的不负责。而如果这一切只是某种误会或者阴谋，那我要给你一个清清白白的交代。我张了张嘴，发现他说的话竟然无可辩驳。这就是陆时涵，法学院最优秀的毕业生，全国大学生模拟法庭冠军，永远逻辑清晰，条理分明，即便是在婚姻濒临破裂的新婚之夜。那你告诉我，如果不是婚检报告的问题，会是什么问题？我盯着他问。他没有回答，但我分明看见他的眼底闪过一丝我从未见过的情绪，那种情绪叫恐惧。陆时涵这个人，我认识他7年，从没见过他害怕。大3那年，他打一场必输的辩论赛，对面是全国冠军队伍，他的队友都想弃权，他一个人查资料查到凌晨4点，第二天硬生生用逻辑撕开对手的防线，拿了全场最佳辩手。研2那年，他跟着导师做一个死刑复核案件，对方家属威胁他，收买他，甚至跟踪他，他眉头都没皱一下。他就是那种天塌下来都能面不改色的人。可这一刻，他怕了。你知道些什么？我追问道。我知道的不多。他终于抬起头，但我知道的每一件事都指向一个事实，我们2个的相遇，可能不是一个偶然。雨越下越大，远处传来闷雷声。8月的雷雨总是来得急，像是在提醒什么人赶紧回家。可我的家在哪里？身后的婚房？养父母的房子？还是那个我从来不知道的来处？手机响了，是伴娘团的群消息。闺蜜林露在群里发了10几条语音，我随手点开最后一条，她的声音带着兴奋：小芝你行不行啊？洞房花烛夜还有空看手机，姐妹们等着你明天汇报。我按灭了屏幕。跟我回去。陆时涵又说了一遍，这次他的语气多了几分恳求，至少今晚。下这么大的雨，你一个人去哪里？去哪里？是啊，我能去哪里？
叶家在我大学毕业后搬去了林氏养老，林露和男朋友同居，我总不能深夜去敲她的门，然后在她男友尴尬的目光里解释为什么洞房夜跑出来。酒店，我穿着中式嫁衣，拖着行李箱去开房，前台大概会以为我是逃婚的新娘。某种意义上，我确实在逃婚，只是逃的方向反了。我回叶家那边的房子，我说钥匙还在我这里。养父母搬走时，把那套老房子的钥匙留给了我，说万一在陆家受了委屈，还有个地方可去。我当时笑着说不至于，养母只是拍了拍我的手背，什么都没有说。现在想起来，他大概是经历过什么，才会留这一手。我送你。陆时涵说。不用。叶小芝。他忽然叫了我的全名，就像刚才在门口那样，声音里带着一种我无法拒绝的分量。你听我说。他很少叫我的全名，追他时他叫我叶同学，恋爱时叫我小芝，偶尔开玩笑叫我叶大小姐。叫他名字的人太多了，但被叫名字的人在意的不是名字本身，而是他叫这个名字时的语气。此刻他的语气像是在法官面前做结案陈词。这件事里面有很多你不知道的东西，这些事牵扯到的绝不仅仅是你和我两个人的婚姻。如果你相信我，我相信了你7年。我打断他，陆时涵，我追了你3年，恋爱2年，等了你2年的博士毕业，我从20岁等到27岁，把人生最好的7年都给了你。新婚之夜，你拿着这么一份报告告诉我，我们可能是血亲，然后你让我相信你。我的声音在雨中听起来近乎歇斯底里。陆时涵的脸色一寸一寸的白了下去，不是那种被戳到痛处的惨白，而是那种原来你一直是这样想的了然与失落。我后悔了，话一出口就后悔了。7年，这个词太沉重了，它不该被当作武器去刺伤那个陪我走了7年的人。可我太疼了。人在最疼的时候，总会选择伤害最近的人，这是一种本能，也是亲密关系里最丑陋的真相。我送你。他重复道，语气没有任何波动，像是自动过滤掉了我的攻击。下这么大的雨，你打不到车，我不上楼就送你到小区门口。我最终没有再拒绝。他的车就停在路边，那辆银灰色的沃尔沃是我们订婚后一起选的。他说沃尔沃的安全系数最高，适合做家庭用车。我当时还笑他，说你一个大律师开什么家庭用车？他说未雨绸缪。你看，他做任何事都习惯未雨绸缪，包括对我们婚姻的 Plan B。车里很安静，只有雨刷器规律的声音。我坐在副驾，攥着那份已经被雨水打湿的婚检报告，纸张变得软塌塌的，像一张用过的纸巾。车载音响自动连上了他的手机，播放的是那首《慢慢喜欢你》。这是我们婚礼上用的第1支舞曲，我当时把裙摆提起来踩在他的皮鞋上，他搂着我的腰在整个宴会厅里转圈，所有人都在鼓掌。他伸手关掉了音响，车厢重新陷入沉默。我借着路灯的光重新翻开了那份报告，前面几页都是常规项目，血常规、尿常规、肝功能、传染病筛查，一切正常。翻到最后一页，那行字再次像针一样扎进眼睛里。建议进一步做亲缘关系鉴定。这个检查是自愿加项还是必查项？我问。自愿。陆时涵盯着前方路况，雨夜的能见度很低，他的车速很慢。医院会在婚前检查时建议备查基因项目，主要是筛查一些隐性遗传病。但如果查出来某些位点高度一致，系统会自动提示。我们查了哪几项？地贫、血友病、脊肌萎缩症，还有一项常规的基因相容性筛查。他顿了顿，就是最后这项出了提示。我揉了揉眉心，试图在混乱的思绪中理出一条线索，结果会不会出错？采样污染？样本混淆？不排除。他很快回答，但你走后，我查了医院的报告管理系统，我妈的权限可以查阅所有妇产科的检验记录。你怀疑你妈吗？我转过头看他。
陆时涵的下颌线绷得很紧，他不说话的时候就是这样，像一座沉默的冰山，谁也不知道水下的部分有多庞大。我没有怀疑任何人。他终于说，我只相信证据。车子拐进老城区，路两旁的梧桐树被雨打得沙沙响。这套房子是叶家90年代分的职工家属楼，6层板楼，没有电梯，外墙爬满了爬山虎。我在这里住了18年，从这里走出去上大学，带着一身怯生生的孤勇去追陆时涵。车停在楼下，熄了火，雨声一下子变得无比清晰。我到了，我说。陆时涵没有立刻解锁车门，他握着方向盘，看着我，目光里有千言万语，却一个字都说不出来。那份报告，他终于开口，你暂时不要告诉任何人，包括你养父母和林路。为什么？因为如果这份报告是真的，那我们的身世就有问题。而如果这份报告是假的，他停顿了1秒，那做假报告的人一定不希望我们继续查下去。我后背一阵发凉。你在说什么？我在说，他看着我的眼睛，这件事可能不是针对你，而是针对我，或者说是针对我们在一起这件事本身。我忽然想起来，在整个备婚过程中，赵婉清虽然表面配合，但总有一些微妙的时刻让我感觉她并不真正开心。比如讨论婚期时，他坚持要定在10月以后，说夏天结婚太热，是陆时涵坚持要8月，因为8月是我们确立关系的纪念月。比如他反复确认过我的出生地和家庭背景，我当时以为只是婆婆对儿媳的正常关切，现在回头想，那种问法更像是何时？你这几天打算怎么办？陆时涵问。不知道，先睡一觉，明天再说。我解开安全带，拉开车门。小芝，我回过头，车内的顶灯在他脸上投下暖黄色的光。他的眉骨很高，眼睛藏在阴影里，看不清情绪，但嘴唇抿成一条很细的线，像是在极力压抑着什么。3天，他说，给我3天时间，我给你一个明确的答案。什么答案？关于我们能不能在一起，以及为什么。我没有说好，也没有说不好，只是关上车门，走进了楼道。老房子的楼道灯是声控的，我跺了跺脚，橘黄色的灯泡亮起来，照亮了贴满小广告的墙面。一步步走上5楼，掏钥匙开门，屋子里有一股淡淡的霉味，是长期不住人的味道。我把行李箱扔在玄关，没有开灯，摸黑走到沙发上坐下。暴雨敲打着阳台的铁皮雨棚，发出密密麻麻的声响，像10000个人在同时敲鼓。我抱着膝盖缩在沙发角落里，那份婚检报告被我团成一团扔在茶几上，又忍不住展开来重新看了一遍。最后一页，那行字，3代以内直系血缘关系可能。我的手指抚过直系2个字，忽然想起了一件事。那是婚礼前3天，赵婉清约我去一家茶馆单独见面。她说有些话想在我嫁进陆家之前跟我聊一聊。我特意换了得体的衣服，带了礼物，把所有社交礼仪都做到满分。她那天穿了一件墨绿色的旗袍，头发盘得一丝不苟，整个人看起来不像是一个即将当婆婆的女人，倒像是要出席什么庄重仪式的嘉宾。她问了我的出生年月，问了我的血型，问了我有没有什么家族遗传病史。我说我是孤儿，这些都不知道。他的表情没有变化，但我注意到他的手指收紧了一下，杯中的普洱茶荡出了涟漪。然后他问了一个很奇怪的问题：小芝，如果有一天你发现自己的身世并不简单，你会怎么做？我当时笑着说，我不会怎么样，过去的事情改变不了，我早就接受了。他没有接话，只是低头喝了一口茶。现在回想起来，那杯茶他端了整整40分钟，只喝了2口。我摸出手机，发现陆时涵发了一条消息，时间是1分钟前。冰箱冷冻室第2层有一盒饺子，我妈上周包的，我给你拿了一些放过来，煮10分钟就可以吃。晚安。我一愣，拉开冰箱冷冻室的门，果然看到一盒冻得硬邦邦的手工饺子，
保鲜袋外面用马克笔写着猪肉白菜，水开后煮10分钟。这是他什么时候放进去的？结婚前？还是今晚追过来之前？我想象他一个大男人拎着一盒饺子偷偷摸摸放进前女友，不对，新婚妻子空置的老房子里，只因为怕他饿肚子。眼泪终于掉了下来。哭什么呢？哭自己可怜？哭这段婚姻荒唐？还是哭那个明明自己也深陷泥潭，却还记得给我带一盒饺子的男人？我不知道。我就那么在黑暗里哭了很久，哭到嗓子发干，眼睛发涩，哭到窗外的雨从大到小又从小到大。然后我擦干眼泪，起身去厨房烧水煮饺子。水开的时候，蒸汽模糊了厨房的小窗户。我想起我和陆诗涵刚在一起的那年冬天，他第一次来我这套老房子。我给他煮速冻水饺，结果火太大，煮破了一锅。他什么都没说，拿起漏勺把破饺子一个个捞起来吃掉，最后喝光了那碗带着馅料的面汤。他说，只要是你做的，破的也是好的。锅里的水沸了，饺子浮起来，一个个鼓鼓囊囊的很完整。我关了火，把它们盛进碗里，倒了醋，放了辣椒油。咬下去第一口的时候，眼泪又掉了下来。因为饺子是咸的，不是调料咸，是眼泪掉进碗里的那种咸。而那个还记得给我送饺子的男人，此刻可能正独自待在空荡荡的婚房里，看着铺满玫瑰花瓣的婚床，想着怎样在3天之内解开一个可能毁掉他整个人生的谜题。他说的3天是承诺，也是期限。我咽下饺子，打开手机备忘录，打下了一行字：从明天开始查清楚3件事。第一，我的身世；第二，陆家的秘密；第三，我们到底能不能在一起。窗外的雨还在下，老房子的墙皮被雨水浸出大片深色的水渍，像一个老人脸上的斑点。远在城市的另一端，婚房里的玫瑰正在凋谢。而我和陆诗涵都不知道，这场新婚前夜开始的雨才只是一个序曲。真正的风暴还藏在那份婚检报告最后一页的背后。第二天早上醒来，我花了整整10秒钟才意识到自己在哪里。天花板上有道裂缝，从顶灯的位置一直延伸到墙角，像一条干涸的河床。小时候我躺在上铺，每晚睡前都要盯着这道裂缝看，幻想它是一张藏宝图，裂开的每一条细纹都通往一个埋着宝藏的岛屿。那时候的烦恼很小很小，考试没考好，同桌不跟我说话，暗恋的男生喜欢了别的女生。每个烦恼都像是天大的事，但第二天早上起来总能被一碗养母做的阳春面化解。现在我的烦恼大到连面都吃不下了。手机上10几个未接来电，全是林璐的。微信消息更是炸了，从昨晚11点到今天早上7点半，他发了将近200条。林璐是我最好的闺蜜，大学室友，毕业后在同一座城市工作。她是那种能量爆棚的人，永远可以把任何场合变成她的主场。我内向，她外向；我社恐，她社牛；我习惯把什么都憋在心里，她习惯把所有情绪都写在脸上。我们就像2块拼图，凹凸互补，在一起过了10年。她的消息从最初的调侃，姐妹，洞房花烛夜感觉如何？陆律师行不行啊，你给姐妹们一个反馈，变成担心，怎么不回消息？别吓我，你们不会吵架了吧？最后变成恐慌，叶小芝你回我一条消息，就1个字也行，不然我报警了。我给她的最新一条消息回了1个字，在。秒回。林璐几乎是瞬间弹了语音过来，我接起来，她的声音大到几乎要把我耳膜震穿。叶小芝，小点声，头疼。你什么情况？昨晚没回我消息，大半夜的我差点冲去你新房，你知不知道？要不是阿泽拦着我说新婚夜去敲人家门不吉利。阿泽是林璐的男朋友陈泽，一个脾气好的不像话的程序员，忍受林璐的聒噪已经3年了。你在哪儿？林璐的声音突然严肃起来。老房子。电话那头沉默了整整5秒，然后我听到他对陈泽喊了一句我出去一趟，
紧接着是穿鞋的声音、关门的声音、电梯运行的声音。等我，20分钟到。他挂断了电话。林路说20分钟，实际上只用了15分钟。门铃响的时候，我正对着一碗泡面发呆，昨晚的饺子吃完了，冰箱里只剩下养母半年前走时留下的一箱泡面，已经过期了1个月。我打开门，林路站在门口，穿着一件荧光粉的防晒衣，手里拎着2个大塑料袋，气喘吁吁。他的马尾扎得很高，额头上有细密的汗珠，眼妆花了一点点，像是涂眼线的时候哭过。进门，他二话不说把我推进去，用脚勾上门，塑料袋往桌上一放，哗啦啦倒出一堆东西，豆浆、油条、包子、茶叶蛋、三明治，甚至还有一盒切好的水果。你搬家呢？我看着这堆食物发呆。不知道你吃没吃早饭，所有品类都买了。林路一把抓住我的肩膀，上下打量着，让我看看有没有哪里受伤了。陆时涵打你了？没有。那就是冷暴力，语言暴力。他外面有人了。林路，我操他大爷的陆时涵！他已经开始撸袖子了，我管他是哪个律所的合伙人，欺负我姐妹我照样弄他。你等着，我现在就打电话让阿泽查他有没有什么经济纠纷能举报。他和我是近亲。空气像被人按下了暂停键。林路保持着撸袖子的姿势，眼睛瞪得溜圆，嘴巴张成了一个夸张的 O 型。他保持着这个表情至少5秒钟，然后说了他今天第一句正经话。你再说一遍。我把那张已经被水泡过又晾干的婚检报告递给他，纸张变得皱巴巴的，但最后那行字还是清清楚楚。林路看完又看了一遍，然后翻到前面几页逐一确认，最后把报告往茶几上一拍。假的。你怎么知道？因为你们2个，他比划了一下，你是圆脸，他是长脸。你塌鼻梁，他高鼻梁。你单眼皮，他双眼皮。你1.6米，他1.85米。你要告诉我你们2个是血亲，我就把这盒水果连盒子一起吃了。基因不是看长相。我知道基因不是看长相。林路的语气突然变得异常冷静，和他平时咋咋呼呼的形象判若两人。叶小芝，你冷静下来想一想，你是一个孤儿，出生3天被遗弃在火车站。陆时涵是陆家的独生子，从出生起就在市人民医院有完整的出生记录。你们2个如果是血亲，能是怎么个亲法？我愣住了。这个问题我昨晚想了一整夜，在脑子里画了无数个家谱图，每次都以逻辑崩盘告终。除非，我艰难地开口，我的亲生父母就是陆时涵的父母之一。你是说赵婉清是你的亲妈？还是陆正廷是你的亲爹？林路翻了个白眼。我们先不说赵婉清那种道德标兵人设能不能干出遗弃亲生女儿的事，就说一个最简单的逻辑，如果真是这样，他们怎么可能同意你和陆时涵结婚？这句话点醒了我。赵婉清如果真的知道自己和我是血亲关系，她应该拼了命阻止这桩婚事才对。但她没有，她只是偶尔流露出一些复杂的表情，偶尔问一些奇怪的问题，但整体上她是同意的，配合的，甚至在某些环节，比如订婚宴、送彩礼，都办得无可挑剔。所以你的结论是？我问。我的结论是，这份婚检报告不是真的。林路把报告卷成一个桶，戳了戳我的额头。你现在要做的不是躲在这里伤春悲秋，而是去医院复查。现在，立刻，马上。别你了。林路把我从沙发上拽起来，推着我往卫生间走，洗脸刷牙换衣服，我给你10分钟。我陪你去医院重新做一次检查，这次找别的医院，不找赵婉清那个势力范围的。我被他推进卫生间，看着镜子里那个眼睛红肿、头发乱成鸟窝的女人，很难把她和昨天那个穿着龙凤褂、笑靥如花的新娘联系到一起。洗脸的时候，水溅到洗手台上，我注意到肥皂盒旁边有一个黑色的小东西，拿起来一看，是一枚袖扣，男款，银色的，上面刻着一个陆字。这不是我的东西。
这是陆时涵的。他是什么时候来过这间卫生间？我把袖扣攥在手心里，金属被我的体温捂热，像一枚小小的暖手宝。我想象他在我来这里之前悄悄打扫了卫生，检查了水电，在冰箱里放了饺子，还在卫生间里留下了这枚袖扣，是故意的还是不小心的？不重要了，重要的是这枚袖扣证明他来过，他准备了，他预判了我的预判。就像他在每一场辩论赛上做的那样，提前想好所有可能性，然后一条一条堵死对手的路。只是这一次，他的对手是他的母亲，而我成了他需要保护的队友。好了没有？林路在外面敲门。好了。我把袖扣放进口袋，快速洗漱，换上了一件简单的 T 恤和牛仔裤。龙凤褂被我小心叠好，放进了衣柜最深处。关上柜门的那一刻，我觉得自己像是把一个美好的梦锁进了箱子里。出门前我手机又响了，不是电话，是短信。号码是陆时涵的，内容只有4个字：别去医院。我停下了脚步。怎么了？林路回头看我。我把手机举给他看。他读完短信，脸色也变了。他怎么知道我们要去医院？他不知道。我看着那4个字，后背一阵阵发凉。这条短信没有语境，没有前后文，他就是单纯的告诉我别去医院。什么意思？医院有问题？我没有回答，而是拨通了陆时涵的电话。响了不到2声就接了，他的声音听起来有些沙哑，像是通宵没有睡觉。小芝，你这条短信是什么意思？电话那头有轻微的键盘声，他大概在电脑前。过了一会他说，我昨晚查了医院的检测系统，你的血样编号是 HY202607153031，检测时间是7月15号下午3点12分，操作员是我妈科室的护士长徐敏。但是什么？但是你抽血那天是7月16号。我的血一下子涌上了头顶。婚检抽血是7月16号上午，我和陆时涵一起去市人民医院体检中心抽的血。我记得很清楚，因为那天早上我没有吃早饭，抽完血后低血糖头晕，陆时涵扶我在休息室坐了很久，还去自动贩卖机给我买了一块巧克力。如果我的血样编号是15号，检测时间也是15号，那说明什么？说明那份被检测的血根本不是我的。你确定？我的声音在发抖。我调了体检中心的监控记录，但15号那天的视频被人覆盖了。陆时涵说，覆盖时间是在我昨晚查看之后的2个小时。有人知道你查了监控？显然。林路在旁边急得直转圈，拼命做手势让我开免提。我按下了免提键，陆时涵的声音继续从手机里传出来，冷静的像在法庭上做证据分析。我现在掌握的信息有这些：第一，婚检报告的日期和实际采样日期不符，存在样本被调换的可能。第二，监控记录在我调取后被人紧急覆盖，说明医院内部有人在阻止我查下去。第三，我妈妈昨天深夜接了一个电话后出了门，到现在还没回来，我打她手机是关机状态。我的心越听越凉。赵婉清深夜出门，手机关机，监控被覆盖，这一连串事件放在一起，已经不是蹊跷2个字能解释的了。陆时涵，你到底怀疑什么？我直截了当地问。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，久到我以为信号断了，看了一眼屏幕，还在通话中。然后他说了一句让我这辈子都忘不掉的话：我怀疑我不是我妈亲生的。林路倒吸了一口凉气，我的反应反而很平静，平静的不正常。因为昨晚躺在沙发上的那几个小时里，我已经把所有的可能性都想过一遍了，包括这一种。理由？我问。3点。陆时涵的语调恢复了那种法庭陈述式的冷静。第一，我是8个月的早产，但我出生体重是3800克，一个32周的早产不可能有这个体重。第二，我小时候有一次摔伤需要输血，我妈坚持用血库的血，说我的血型特殊。后来我查了，我是 A 型，
我爸是 AB 型，我妈是 O 型。AB 型和 O 型的父母可以生出 A 型子女，概率是 50%， 合理，但这是他唯一一次对我的血型表现出紧张。第三，他停顿了一下。第三，我昨天在我妈书房里找到了一份她20年前的就诊记录。她在生我之前做过一次检查，诊断书上有一行被涂改液盖住的字迹，我用酒精棉擦开了一部分，上面写的是原发性不孕。窗外有鸟叫，8月的蝉鸣也从树叶间漏进来，阳光透过老旧的纱窗打在木地板上，呈现出一种暖融融的橘色。一切都那么平常，那么日常，和任何一个普通的夏日早晨没有区别。可我觉得这个世界正在从底部开裂，裂缝在迅速扩大，把所有人都吸进去。也就是说，我慢慢地说，如果你的推测成立，你和我一样，都不知道自己真正的来处。对，所以那份婚检报告，可能不是针对你，而是针对我们2个人。也许有人不希望我们在一起，更不希望我们顺着婚检报告去查自己的身世。我想起了赵婉清在茶馆里问我的那句话，如果有一天你发现自己的身世并不简单，你会怎么做？他问的不只是我，他可能也在问陆时涵。小芝，陆时涵的声音忽然放软了，从法庭陈述模式切换成了那个只对我有的温和语气。这几天你待在老房子，不要出门，不要去任何医院，不要联系任何人。我继续查，有任何进展我都会告诉你。你让我什么都不做。你做了最重要的事，你没有留在那个婚房里，你把我妈可能安插在婚房里的所有眼睛都甩掉了。我背脊一凉，他用了眼睛这个词，他在怀疑自己的母亲监控婚房。你的意思是，如果你留在婚房里，你的一举一动都不确定，但防范总没错。他说，小芝，这件事比我们想象的复杂得多。我现在只能说这些，其他的等我查实了再告诉你。陆时涵，你昨晚为什么不敢碰我？电话里只剩下电流声。林露在旁边屏住呼吸，做出一副我不存在的表情，但耳朵竖得比兔子还直。不是因为婚检报告，陆时涵终于说，是因为我在婚礼前一天知道了这件事，我没有时间消化，没有时间整理，没有时间想到一个不会伤害到你的方式来告诉你。我站在礼堂里看着你走过来的时候，满脑子想的不是我终于娶到了我爱的女人，而是我即将让她卷进一个她完全没有准备的漩涡。所以你的选择是推开我，我的选择是给你留一条退路。他说，如果我们的婚姻最终因为这场调查而无法继续，至少我没有碰你，你可以干干净净的走，没有任何牵绊。我咬着下唇，感觉到一股热流冲上眼眶。陆时涵这个人把他的理性和温柔揉在一起，做出了一道全世界最难解的题。他算计好了每一步，算计好了最坏的结果，算计好了怎样把对我的伤害降到最低。但他唯一没算计的是，你有没有想过，我愿不愿意被你推开？我对着电话说。他没有回答。过了很久，我听到他轻轻笑了一下，笑声里带着一丝我从未听过的释然。想过，他说，所以我来追你的时候带了那份婚检报告。我想，如果你看到最后那行字选择离开，我就放手。如果你看到之后还敢回来，那我就什么都不怕了。你怎么知道我会回来？因为你昨晚吃了我放在冰箱里的饺子。他说，我今早去老房子楼下看了一眼，厨房灯亮过，灶台是热的。你煮了饺子，你吃了。你吃的时候掉眼泪了，对不对？碗里有眼泪的咸味。我愣住了，随即冲到厨房去看我昨晚扔在水槽里的碗。碗已经被洗过了，倒扣在沥水架上，干净的像新的一样。你进过我家？我有钥匙，你忘了吗？3年前你给我的。是的，3年前我给了他一把钥匙，开玩笑说这是我家的钥匙，万一哪天你无家可归了，可以来投奔我。他当时收下了，但从没主动来过，每次都是我带他来。你什么时候来的？
凌晨4点，你睡着了，沙发上的毯子掉了一半在地上，我给你盖回去了。你把婚检报告揉成一团扔在茶几上，我把报告展开压平了放在原处。你的碗里还剩半个饺子和一些醋，我帮你洗了碗，顺便尝了一口汤，咸得发苦。我的眼泪又掉了下来。林露在旁边已经绷不住了，背过身去假装看窗外，但肩膀在轻轻耸动。你这个疯子，我对着电话说。彼此。他说，你追我3年，我护你一生，这笔买卖怎么算都是我划算。通话结束后，林露转过身，眼睛红得跟兔子一样。我收回之前说要举报他的话。他擤了擤鼻涕，这男人值得。但是他竖起一根手指，这不代表我不生气了。他还是欠你一个洞房花烛夜，欠你一个婚礼，欠你一份没有秘密的婚检报告。在他还清之前，我是不会叫他姐夫的。你本来也不用叫他姐夫。不行，林露认真地说，这个称号是我给他的终极荣誉。能被我林露叫姐夫的男人，必须经过9981难考验。他现在刚开始第1关。我被他的语气逗得破涕为笑。窗外的蝉鸣越来越响，阳光把地板晒得发烫，客厅里的老式吊扇吱呀吱呀地转着。桌上林露带来的早餐已经凉了，但我们2个人谁都没有食欲。小芝，林露忽然安静下来，认真地看着我，你还记得毕业那年我们一起去算的那个命吗？我点了点头。那是本科毕业那年，我们在学校后门的巷子里碰到一个摆地摊算命的老太太。林露非拉着我算，老太太看了我的手相说了一句话，我当时没当回事，只觉得是江湖骗子的话术。她说，你这个孩子，命里有2对父母，2道门槛，跨过第1道是生，跨过第2道是活，只有2道都跨过去，才算真正活过一次。我后来跟养母提起过这件事，养母的脸色变了一下，随即笑着说是骗子胡说。我也没再追问。但今天，在婚检报告风波爆发后的第1个清晨，我突然有一种很强烈的预感。那2道门槛，我可能才刚站到第1道的门口，而门后的世界会彻底颠覆我过去27年认知里的一切。陆时涵说到做到。在接下来的2天里，他真的没有再出现在我面前，但每天都在深夜给我发一条消息，内容简单的像工作汇报。第1天晚上11点27分，找到了福利院当年接收你的原始档案，登记的捡拾地点是城南火车站候车室，时间是2004年8月17日。你身上的物品除了碎花报备，还有一张手写的纸条。档案里没有纸条内容，但有一行备注，纸条已转交警方。第2天凌晨0点43分，去了一趟城南派出所，当年的办案民警已经退休。找到他女儿，说老人患阿尔茨海默症，住养老院，意识时好时坏，明天去试试。第3天凌晨1点11分，见到了老民警。他在清醒的5分钟里说了3句话。第1句，当年那个弃婴案不是普通的遗弃。第2句，火车站当年有个清洁工看到了抱走婴儿的女人。第3句，他让我去找一个叫顾之行的人。我盯着顾之行3个字，心脏重重跳了一下。这个名字我知道，全城没有几个人不知道。顾之行，顾氏集团的创始人，身家100亿的商界传奇，早年做医疗器械起家，后来涉足房地产和新能源，是本省的首富。他的家族故事经常上财经杂志和自媒体，其中一个细节所有人都耳熟能详，顾之行和夫人沈若兰恩爱30年，唯一的遗憾是曾经丢失过一个孩子。新闻报道里对这个丢失的孩子语焉不详，有的说是流产，有的说是夭折，还有的说是被人拐走。顾家从不在公开场合谈论这件事，媒体也不敢多问。陆时涵让我去找顾之行，这意味着什么？我几乎不敢往下想。我拨通了他的电话，响了很久没人接。我又打了一遍，这次接了，但他的声音听起来很不对劲，急促、低沉，像是在一个不能说话的地方。不方便。
晚点回你。说完就挂了。我握着手机，手心里全是汗。林璐今天没来，他公司有个重要的项目答辩，走不开。我一个人在老房子里待了整整3天，把那套60平米的小房子来来回回走了不下几百遍，从客厅到卧室8步，从卧室到厨房5步，闭着眼睛都能走。养母的痕迹到处都是。阳台上他留下的几盆多肉已经干死了3盆，还剩1盆不知名的顽强的活着。冰箱上面贴着便利贴，是他走之前写的，冷冻室饺子记得吃，不要老点外卖。厨房围裙挂在挂钩上，上面的油渍已经洗不掉了，那是他给我做了18年饭留下的勋章。我该给养母打个电话，他一定听说了婚礼的事，但他什么都没说，什么都没问。这种沉默本身就很不正常，因为以前每次我和陆诗涵吵架，他总是第一个打电话来问长问短。他这次的沉默像是一种默许，又像是一种心虚。我拨了养母的电话，响了5声后接通了。喂，小芝。养母的声音和往常一样温和，带着点南方口音的软糯。她是浙江人，在北方生活了30多年，口音始终没改过来。妈，我叫了一声，忽然不知道说什么好。电话那头有轻轻的叹息声，像是他知道我会打来，也一直在等这个电话。你吃过饭了吗？吃了。别骗我。你一撒谎，声音就往上飘。我的眼眶又热了。3天里，我哭了太多次，以为眼泪已经流干了，可每次面对养母，我总像回到了10几岁，一点委屈都藏不住。还没吃，我老实交代。我就知道。他顿了顿，冰箱里有饺子，你爸走之前包的，猪肉白菜馅的，你煮10分钟就能吃。我的眼泪再次夺眶而出。和陆诗涵放在冰箱里的饺子一模一样，连馅都是同一种。我不知道这是巧合还是宿命，2个最在意我的家庭，不约而同的用同一种方式照顾我。猪肉白菜馅的饺子像是一个暗号，连接着我生命里所有重要的人。妈，我深吸一口气，决定直接问，你们当年领养我的时候，有没有什么东西是我随身带着的？电话那头的沉默比任何回答都长，长得我以为是信号断了，长得我以为他挂掉了电话。然后养母说，有1条报备，1张纸条。报备我收在老房子的衣柜顶层，用一个红色的锦盒装着。纸条在你爸爸那里，但他说过，时候到了才能给你。什么时候是时候到了？他说，等你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。我的心脏像被一只无形的手狠狠攥住了。妈，你知道我的亲生父母是谁吗？养母没有回答，她只说了一句，小芝，不管发生什么，你永远是我们的女儿。我18年前对福利院院长说过这句话，现在也对你说这句话。电话挂断后，我搬了一把椅子到卧室的衣柜前，站上去打开最顶层的柜门，里面堆满了旧棉被、过季的衣物，还有一些我从小到大的课本。在最里面，我摸到了一个四四方方的盒子，红色的锦盒，表面蒙了一层薄灰，上面绣着一朵栀子花，针脚细密，看得出是手工绣的。我把它捧下来放在床上，心跳快得像擂鼓。打开，里面是一条叠得整整齐齐的碎花报被，浅蓝色的底，上面印着白色的小花，布料已经泛黄，边缘有些磨损，但整体保存得很好。我把它展开，发现报被的一角绣着一个字，顾。那个字很小，绣在不起眼的角落，用的线和报被底色几乎融为一体，不仔细看根本发现不了。但一旦发现了，它就变得无比刺眼。顾之行的顾。我抱着那条报被呆呆地坐在床沿上，脑子里飞速运转着所有的可能性。如果这条报被上的顾字代表的就是顾家，那我被遗弃的故事就需要彻底改写。顾家当年丢过一个孩子，这是全城都知道的事。如果我是那个孩子，我不是被遗弃的，我是被偷走的。谁会偷一个刚出生3天的婴儿？为什么？
22年后，这个婴儿长大了，在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，嫁给了陆时涵。然后在新婚之夜，一份伪造的婚检报告告诉他，你们是血亲，不能在一起。所有的碎片开始在我脑海里拼接。赵婉清，她是妇产科主任。22年前，她在哪家医院？如果顾家的孩子是在市人民医院出生的，那接生的人有没有可能就是赵婉清？或者至少她在那个科室，她能接触到新生儿，她能。我的手机突然响了，打断了我的思绪。来电显示陆时涵。我接起来，他的声音比刚才更加急促，背景音里有汽车鸣笛声，他在外面。小芝，你现在马上离开老房子，去林路那里或者去酒店，随便哪里，但不要在老房子待着。为什么？我妈手机关机2天后，刚才突然开机了，我定位了一下，她的手机信号正往你那个方向移动。我从床上弹了起来，冲到窗户边，撩开窗帘往下看。楼下的小路上安安静静，停着几辆私家车，没有赵婉清的红色宝马。远处的街口有一个牵着狗的老人，几个打闹的小孩。他来老房子干什么？不知道。也许他想跟你谈谈，也许他想确认你有没有在调查。我不确定，但你不要跟他单独相处。陆时涵的语气里有一种罕见的紧绷。我已经在路上了，大概15分钟到。这15分钟里，如果他来了，你不要开门。如果他非要进来呢？那就录音。他说，用手机录下整个对话。无论他说什么，你都不要表露你已经知道的事情。装作你还相信那份婚检报告，装作你很伤心很混乱，让他以为一切还在他的掌控之中。为什么？因为一个自以为掌控一切的人，最容易露出破绽。我明白他的意思。如果赵婉清真的做了那些事，伪造婚检报告，调换血样，甚至参与了22年前的婴儿失窃，那他一定有一套完整的说辞和预案。在他面前表现出失控和无助，反而会让他放松警惕，以为一切尽在掌握。我明白了。我说，你路上小心。小芝。你的报备上是不是绣着一个顾字？我握着手机的手指骤然收紧。我没有告诉过他报备的事，养母刚才才在电话里跟我说的，他不可能知道。你怎么知道？我刚从顾家出来。他的声音里有一种疲惫到极致的平静。我见到顾之行和他的夫人沈若兰了。他们给我看了一张照片，沈若兰怀孕时亲手给未出生的女儿绣了一条报备，淡蓝色碎花，右下角绣着一个顾字。那套花样和布料是他专门从苏州订的，全程独一无二。我的膝盖一软，扶着窗台才没摔倒。窗外夏日炎炎，蝉鸣震天。对面楼顶的太阳能热水器反射着白花花的阳光，刺得我睁不开眼。小芝。陆时涵的声音穿过电话，穿过8月的热浪，穿过3天的混乱和22年的时光，像一根针一样精准地刺进我心脏最深的地方。你就是顾家丢了22年的女儿。我张了张嘴，发现嗓子眼里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，一个字都说不出来。而把你从医院抱走的人，他停顿了1秒，像是在法庭上宣布最终的判决，是我的小姨赵婉宁。电话那头传来他打方向盘的声音，轮胎在柏油路面上发出尖锐的摩擦声。我妈这20多年一直在替她妹妹掩盖这件事，现在她知道我在查，所以她去找你了。楼下忽然传来汽车引擎熄火的声音。我再次撩开窗帘，看到一辆红色的宝马停在了单元门口。车门打开，一个穿墨绿色旗袍的女人走了下来，头发盘得一丝不苟，手里拎着一袋水果。赵婉清。她抬起头，目光准确地望向5楼我的窗户。隔着玻璃，隔着5层楼的距离，我们对视了。然后她笑了。那是一个我无法描述的笑容，不是慈祥，不是恶毒，不是紧张，不是轻松。那是一个女人在秘密被揭穿前最后1秒的混合了一切情绪的笑容。
我放下窗帘，把锦盒塞进衣柜最深处，将手机调整为录音模式，放进裤子口袋。门铃响了。赵婉清坐在客厅的老式沙发上，腰背挺得笔直，像一杆秤。她把水果放在茶几上，一袋进口车厘子，颗颗饱满，紫得发黑。路过水果店顺手买的，你爱吃这个，我记得。她的语气就像什么都没发生过。谢谢妈。我故意用了这个称呼，想看她的反应。她的眼角跳了一下，很快恢复平静。小芝，妈今天来是想跟你聊聊。聊什么？那份婚检报告。她叹了口气，我知道你很难接受，但事实就是事实。你和石涵不能在一起，这是科学，不是妈能左右的。如果不是陆石涵提前告诉了我血样日期的问题，我几乎要被他的真诚打动。那我该怎么办？我垂下眼睛，让声音带上一点哭腔。婚礼都办了，大家都知道我嫁进了陆家。好聚好散。赵婉清的声音越发温和，你们还年轻，民政局那边我会打招呼，不会在档案里留记录。你就当谈了一场没有结果的恋爱。如果我不同意呢？那你就是在毁掉石涵。他的语气忽然变冷，近亲结婚生下的孩子会有遗传病，你想让他一辈子活在愧疚里吗？我低着头，死死咬着嘴唇内侧，疼，但疼能让我保持清醒。妈，我抬起头，让眼泪在眼眶里打转，我一直想问你一个问题。婚礼前3天，你问我如果发现自己的身世不简单，我会怎么做，你到底是什么意思？赵婉清的表情出现了一道极其细微的裂缝。没什么特别的意思。她说，你是孤儿，我作为婆婆关心一下你的过去，不正常吗？正常，每一个字都正常。但她的手指抓紧了手包的金属扣，指节发白。就在这时，我的手机震了一下，是陆石涵的短信，只有2个字，楼下。我站起来走到窗边，楼下停着他的银灰色沃尔沃，他靠在车门上，仰头看向我的窗户，远远地对上我的目光，做了一个口型，录音。我点了点头，转身回到沙发前。妈，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。我重新坐下，你小姨子赵婉宁22年前是不是在市人民医院工作？赵婉清脸上的裂缝终于扩大到了无法掩饰的程度。她站起来，拎包的手在发抖。你听谁说的？我没有听谁说，我只想知道真相。你没有资格知道真相。赵婉清的声音骤然冷了下来，叶小芝，你配不上我儿子。你以为嫁进陆家就能飞上枝头？我告诉你，你那些肮脏的过去。门铃响了，不是1声，是连续3声，坚定有力。然后是陆石涵平静到可怕的声线，妈，开门。赵婉清的脸色彻底变了，她看看门，又看看我，像一头被困在角落里的动物。我绕过她打开了门。陆石涵站在门口，手里拿着一个牛皮纸档案袋。他没有看我，目光越过我，直接落在赵婉清身上。妈，我们需要谈谈。3个人一起。赵婉清后退一步。你查到了多少？全部。陆石涵走进来，关上房门，把档案袋放在茶几上。里面的东西划出来，几张泛黄的纸，一份 DNA 检测报告，一张婴儿照片。赵婉宁22年前从市人民医院产科病房抱走了一名女婴，途中发生车祸，她头部受创导致逆行性遗忘，婴儿被她慌乱中丢在火车站。这个婴儿就是叶小芝、顾之行和沈若兰的亲生女儿。她每说一个字，赵婉清的脸色就白一分。你压下了所有线索，利用职务之便调换血样，伪造了婚检报告。你做这些是因为你怕小芝寻亲成功，警方重启调查，牵扯出赵婉宁，但这不是主要原因。陆石涵从档案袋里抽出最后一张纸，薄薄的 A4 纸，上面密密麻麻打印着基因比对数据。你更怕的是另一件事。他的声音终于不再冷静，带上了我从未听过的颤抖。我是你从外地抱养的。你年轻时不孕，为了保住婚姻假装怀孕，通过中间人花3万块钱买了一个男婴，
那个男婴就是我。你怕小芝的出现引发调查，怕我的身世也被翻出来。赵婉清踉跄着扶住了沙发扶手，她张了张嘴，想说什么，但陆时涵没有给她机会。妈，这30年我感谢您的养育。他的语速很慢，每一个字都像是在刀尖上走，但您做错的事该停了。沉默像潮水一样淹没整个房间。赵婉清忽然笑了，那笑声从喉咙深处挤出来，带着22年积压的恐惧和疲惫。你懂什么？你以为我是为了自己？婉宁是我的亲妹妹，她当时产后抑郁，精神崩溃，如果事情爆出来，她这辈子就毁了。而你呢？如果我没了你，你爸就会知道我不孕的真相，他会跟我离婚。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保住这个家，包括毁掉我和小芝的婚姻。陆时涵问，你们根本就不该认识。赵婉清的声音变得尖锐，他出现在你生命里就是一个错误。你知道我第一次见他的时候有多害怕吗？他长得和沈若兰一模一样，一模一样。我每天晚上做噩梦，梦见警察上门，梦见婉宁被抓，梦见你爸把离婚协议扔在我脸上。够了，我开口了。我的声音很小，但赵婉清立刻安静下来。你毁掉的不是一个家。我看着他的眼睛，你毁掉的是我22年的身份，是沈若兰22年的抑郁症，是顾之行22年的寻找。你妹妹生病值得同情，但我的亲生母亲又做错了什么？赵婉清避开了我的目光，她弯腰拎起手包，走向门口。婉宁现在在青山疗养院，她背对着我们，声音空洞，剩下的你们想怎么做，我不管了。门在她身后关上，高跟鞋的声音在楼道里渐渐远去。我瘫坐在沙发上，浑身脱力。陆时涵走过来，蹲在我面前，把手附在我发抖的手背上。结束了？还没。他说，但最难的部分已经过去了。我低头看着茶几上散落的文件，那张婴儿照片泛着黄色，照片里的我裹在碎花抱被里，闭着眼睛，拳头攥得紧紧的。你什么时候知道自己不是他亲生的？今天早上。他的拇指轻轻摩挲着我的手背，我去见了当年那个中间人。他80多岁了，记性不太好，但看到我脸的那一刻，他哭了。他说没想到这辈子还能见到那个孩子长大成人的样子。你难过吗？说实话。他安静了很久，有一点。但不是难过自己不姓陆，是难过我这30年的每一次叫妈，对他来说都是一场表演。我握紧了他的手。青山疗养院坐落在城郊的山坡上，院子里种满了栀子花，8月正是花期，白花花的开了一片。赵婉宁坐在长椅上，怀里抱着一个布娃娃。护士说她经常这样，把布娃娃当成自己的孩子。她是谁？赵婉宁看着我问。我叫叶小芝。22年前，你从医院抱走的那个婴儿就是我。她的瞳孔骤然收缩。布娃娃从怀里滑落，他整个人开始剧烈颤抖。我想起来了，他的声音细若游丝。那天晚上，我溜进了婴儿室，走廊里有消毒水的味道。我把孩子裹在外套里往外走，然后我上了车，下着雨，对面有大灯。眼泪顺着他的脸颊往下淌。我把孩子弄丢了。他抓住我的手，指甲几乎掐进我的皮肤。我不是故意的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。我想送他回去的，但我找不到路了，我找不到路了。我任由他抓着，一动不动。我原谅你，我说。他愣住了，手慢慢松开。不是因为你不值得被追究，是因为我的人生虽然拐了很多弯，但最终走到了一个还不错的地方。我有爱我的养父母，有最好的朋友，有一个愿意为我豁出一切的男人。所以，我轻轻擦去他脸上的泪，你不用再抱着布娃娃了。赵婉宁低下头，像一个做错事的孩子。过了很久，他弯腰捡起布娃娃，把它放在了长椅的另一端。然后他站起来，走进花圃里，摘了一朵栀子花递给我。对不起。我接过花，转身离开了。当天下午3点，
顾家老宅。沈若兰比照片上更瘦，两鬓已经斑白，眼角的皱纹像年轮一样密。她扶着门框站在客厅门口，手在发抖，嘴唇在发抖，整个人像一片秋天的叶子。你转过来让我看看。我转过身，面对着他。他盯着我的脸看了很久，然后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折得整整齐齐的照片，一张婴儿照，和我刚才在档案袋里看到的那张一模一样。这个报背上的花样是我亲手画的。他的声音轻得像怕打碎什么。苏州的老师傅说，这种针法叫绕丝绣，打样3次才绣成。绣完那天正好是预产期前1周，你爸爸把报被铺在婴儿床里，拍了这张照片，说等孩子长大了给他看。他说不下去了。若兰，让孩子先进来。顾之行扶住摇摇欲坠的妻子。这个男人在商界以强硬著称，素有顾铁腕的名号，此刻眼眶红得像烧透的炭。我走进客厅，茶几上摆满了东西，旧照片、婴儿用品，一摞摞寻人启事。那些寻人启事已经泛黄，纸张脆得几乎一碰就碎。最早的一张日期是22年前的8月，最晚的一张是3个月前。这22年，我们发了47万份寻人启事。顾之行的声音哑了，你妈每年你生日那天都会去火车站坐一整天，说冥冥中觉得你还活着。我拿起一张寻人启事，上面的电脑画像和我现在的样子有7分相似，额头、眉眼、下巴的弧度都像是命运的草蛇灰线。DNA 结果还没出来。我说，不用等了。沈若兰握住了我的手，掌心冰凉，力道却出奇的大。你就是我的孩子。一个母亲认自己的孩子，不需要机器来证明。她伸手摸了摸我的耳垂。你这里有一颗小痣，右脚脚底有个月牙形的胎记，对不对？我愣住了。这2个特征从没有任何人告诉过我，他们隐藏在日常生活的盲区里，连陆诗涵都不知道。但他说出来了，像一个密码解开了世界上最坚固的锁。我的眼泪终于涌了出来。22年的空白，47万份寻人启事，无数个在火车站枯坐的生日，所有这些堆叠在一起，把原谅2个字压得无比沉重，也无比轻盈。妈，我叫了一声，发音很轻，轻得像栀子花落在水面上。沈若兰整个人像被抽去了所有力气，软在沙发上，双手紧紧攥着我的手，哭得说不出话来。顾之行背过身去，肩膀在颤抖。窗外阳光正好，花园里的栀子花开得繁盛。那个绣了顾字的报背，22年后终于物归原主。1周后，赵婉宁在律师陪同下向警方自首，供述了22年前的全部经过。因案件已过追诉时效，且具有自首情节，检察机关决定不予起诉。同一天，赵婉清因伪造医疗文书、包庇、诬告陷害等罪名被市人民医院停职调查。他坐在调查组的会议室里，全程没有抬头，只在最后说了一句话：我愿意承担一切后果。警方问我养母当年是否知情，我说不。没有人告诉他那个弃婴是偷来的，他只是在福利院的名单上看到了一个叫叶小芝的女孩，心一软，签下了领养协议。这就够了。他给了我18年的家，不欠我任何解释。陆时涵去看守所见赵婉清那天是8月的最后一天。隔着玻璃，赵婉清看起来老了10岁，头发盘得依然一丝不苟，但白发已经藏不住了。我妈上周走了，陆时涵说。赵婉清的肩膀抖了一下。临走前她让我给你带句话，婉清，饺子馅少放盐，你总记不住。眼泪从赵婉清的眼眶里涌出来。她老年痴呆3年了，不认识任何人，但一直记得你。陆时涵的声音很轻，30年前你包了她1个月的饺子，就因为你听说她坐月子没人照顾。你这个人做错了很多事，但你不会当坏人，你只是太害怕失去。赵婉清捂住脸，肩膀剧烈的起伏。我不求你原谅我。他的声音从指缝里挤出来，我只求你对小芝好一点。那个孩子，我欠他的。
我会的。陆时涵站起来，把话筒放回原位。妈，等您出来，我还叫您妈。看守所的铁门在身后关上的时候，8月的阳光刺得他睁不开眼。他站了很久，然后低头看了一眼手机屏幕。屏保是我和他的婚纱照，我笑出了一口大白牙。他发了一条消息，晚上想吃什么？我给你包饺子。3个月后，12月16日，民政局重新出具了婚检报告，最后一页的基因检测栏干干净净，没有任何警告提示。我们重新领了结婚证，红底金字，和普通的夫妻没有区别。婚礼只摆了5桌，请了最亲近的人。顾之行和沈若兰坐在主桌，养父养母坐在他们旁边。4位老人刚开始有些尴尬，但当服务员端上第1道菜时，养母忽然说，这虾饺皮太厚，不如我包的。沈若兰接了一句，你教我做，我学。2个人的手在桌布底下悄悄握在了一起。林露是伴娘，全程哭得稀里哗啦，比他自己结婚那天还夸张。陈泽在旁边递纸巾，面无表情地说，我结婚时他都没哭成这样。那是因为我没嫁给爱情，不是。我是说，林露慌忙捂嘴，全场笑成一片。赵婉宁坐在角落里，穿了一件素色的衣服。她送给我的新婚礼物是一盆栀子花，花盆上刻着2个字，珍重。至于赵婉清，她没能参加婚礼，但她让陆时涵的养父转交了一个红包和一封信。信上只有短短1行字，小芝，饺子馅不要放太多酱油，太咸了她也会吃完，但对身体不好。我把那封信折好，放进了婚纱的口袋里。洞房夜，婚房不再是8月的那个婚房，窗帘换成了米色，床上的玫瑰换成了栀子花。陆时涵坐在我旁边，手里拿着一份文件，表情严肃的不像是在过洞房花烛夜。什么东西？婚检报告。他说，最后一页。我接过来翻开，翻到最后一页，那是一张完全空白的纸，上面只有3行手写的字，是陆时涵的笔记。叶小芝，本人自愿与你结为夫妻，本条款永久有效，不得修改。他抽走我手里的报告，把我拉进怀里。这次是真的，干干净净，没有任何隐瞒。窗外的月光落在地板上，和3个月前的那个雨夜完全不同。我把脸埋在他胸口，听着他有力的心跳。陆时涵，你当时追出来给我那份报告的时候，你想过我会回来吗？没有。那为什么还追？他沉默了一会儿，然后把下巴搁在我的头顶，声音低得像一声叹息。因为我答应过你，无论发生什么，我都会站在你能找到我的地方。我想起23岁那年，我弟无数次在图书馆偶遇他，他忽然放下书，看着我认真地说，叶同学，你每次都坐在我对面，是怕我找不到你吗？我当时涨红了脸，说不出话。而现在，我埋在他怀里闷声说，对，就是怕你找不到我。他笑了，笑声从他胸腔里传出来，震得我耳朵发麻。床头柜上2份婚检报告被装裱在同一个相框里，一份是假的，一份是真的，背面写着1行字。我们穿过最暗的夜，才配得上最亮的光。窗外开始下雪，12月的第1场雪落在栀子花谢尽的枝头，像一场迟来的祝福。而这间亮着暖黄色灯光的屋子里，终于只剩下2个人的心跳声，规律而温暖，像所有平凡夫妻一样。